古代的酒啊，其实是一碗绿色的小甜水，还有点稠。因为古代的蒸馏技术还不成熟，还提炼不出那种高纯度的白酒来。那么古代人是怎么制酒的呢？当时的人啊，把酒曲、水、粮食放到密封的罐子里发酵，最后呢撒把石灰就是酒了。所以酒的颜色呢是绿色的。绿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古代人特别喜欢用绿蚁来指代酒。为什么叫绿蚁呢？因为古代新酿的酒还未滤清时，酒面会浮起一层密密麻麻的酒渣，颜色微绿，而酒的泡沫呢又细如蚁，所以配合这个绿色的水才看起来像绿色的蚂蚁一样。那画面太美，只能说让人不言而喻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不喝绿色的酒。有句诗这么说：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你看李白喝的酒，那是琥珀色的酒，这样的酒比刚才说的绿酒要好一些。但李白这家伙可是个富二代，这小子五花马千金裘，兜里有的是银子，眼睛都不带眨的就直接买了。那么作为当时的普通老百姓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呢？酒的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要浑浊。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微乐归无计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所以古代的酒啊，它是浑浊的，因为提炼技术的不行，所以提炼不出高纯度的白酒来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喝不浑的清酒，但是金樽清酒斗10千呢。你要想喝清酒，那得斗10千呢。一斗相当于现在2000块人民币，你用那钱还干嘛喝酒啊？拿这些钱去干什么不行呢？古代的酒的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度数比较低。唐代的酒不超过5度，跟我们现在 Real 鸡尾酒差不多一个水平。所以呢，我们老说李白斗酒400篇，会须饮300杯，其实喝的是不足5度的米酒，就跟喝小饮料一样，挺甜的。所以唐代人的度量基本上就是自己的肚子的容量，有多少喝多少。喝饮料谁还不会啊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要是换成300杯二锅头，李白估计早就没了。所以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古人动不动拿个碗豪饮的场面，其实和喝啤酒闹着玩一样。所以我们千万别当真去模仿哦。现在的高纯度酒和他们这么个喝法是真会喝死人的哦。